我们先来看一个冰球队的故事。冰球对咱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在加拿大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枫叶国每年也会动用大量资源来培养优秀的冰球选手。这么说吧，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成为职业冰球运动员，并参加纪念杯比赛，就相当于在美国通过选秀进入了 NBA， 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加拿大培养冰球选手也比较严格，是通过一种叫做精英教育体制的方法，先从娃娃抓起。很多小孩还没上幼儿园就开始冰球启蒙了。小球员们先按照年龄分组，每个年龄组又按能力高低分成不同的级别，经过一系列的分类、评估、筛选，能力更强的孩子才能接受更高级别的训练。到了15、16岁，这些球队的佼佼者会被选入职业青年队，如果在职业青年队依然表现出色，就有资格参加纪念杯比赛，这就是金字塔的塔尖了。其实大部分体育项目都是这么挑选明日之星的，像欧洲培养足球选手、奥运会遴选运动员等等，甚至在音乐界挑选未来音乐家也是如此。因为精英教育体系可以很大程度的保证公平，就是说稀缺的资源不是靠金钱和关系就能得到的，得靠自己的实力。它抹去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即便你出身寒门，只要有能力，球探还是会找到你。这么看的话，精英教育体系确实是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英雄不问出处，谁有能力谁就能成功。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一天，加拿大心理学家罗杰·巴恩斯看了一场冰球比赛，两支队伍都是顶级职业青年队。比赛期间，他在队员花名册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奇心驱使下，他又调查了国家冰球联盟的球员信息。随着搜集的资料越来越多，巴恩斯得出了一个结论，决定能否成为顶级球员的重要因素是出生月份。起初我也觉得荒唐，他还不如说跟星座有关呢。这位心理学家该不会副业占卜师吧？不过继续往下看，我发现自己草率了。巴恩斯统计了众多精英球员的出生月份，发现大部分球员都集中在1到3月，这期间的球员数量是出生月份在10到12月球员数量的4倍。乍一看很诡异，其实原因很简单，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的分界线是1月1日，比如两个小孩，一个是1月份的，另外一个是同年12月份的，他俩会分到同一个组竞争。问题就在这儿，他俩年龄相差了将近1岁，对咱们成年人来说，这个差距没有什么影响，但小孩子就不一样了，4岁跟5岁在生理成熟度上会有巨大的差异，年龄大的在速度、力量和协调性上都更有优势。你可能会想，这点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被抹平，应该不是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因为年龄大，表现就会更好，教练就会给他们更高级别的训练和更多的上场时间，他们的进步自然更快。到了10岁左右，教练会挑选一些孩子组成巡回赛小组，他们会拥有更优秀的教练和队友，差距就这样一点点被拉开。到了挑选职业青年队球员的时候，他们也就占尽了优势。你看，所谓的杰出和平庸，只不过是经历了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3个步骤，而这些又只不过是因为最初那几个月的年龄差距。不光冰球，美国棒球的年龄分界线是7月31日，所以美国顶级棒球队中8月份的队员要多于其他月份。欧洲足球年龄分界线是9月1日，统计的球员中，出生在9到10月的球员数量是6到8月的2.1倍。意大利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把这个现象写在了《异类》这本书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想想也是，如果一个12月份出生的冰球选手被淘汰了，他一定坚信是自己能力不如别人。单看了这本书，应该多少会有些愤愤不平。除了体育项目，这个现象还广泛存在于很多领域，而且影响深远。比如学校教育，像幼儿园、小学的入学年龄一般也会有限制，有些孩子没到年龄就得晚1年入学，家长会觉得孩子比别人晚了1年，输在了起跑线。但正是因为晚入学，让他们有了年龄优势，他们在心智成熟度和学习能力上都会表现得更好。有2位经济学家凯利·贝达德和伊丽莎白·杜伊，他们研究了学生的出生日期和考试成绩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4年级的学生中，年龄大几个月的学生成绩比年龄小的成绩高 4% 到 12%， 这个差距在小学生中还是比较大的。要知道，有时候1分之差可能就决定了是去精英班还是普通班。而且教师家长并不会把这个差距归因于生理年龄，他们更多会认为这是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造成的，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过早的给学生分成3、6、9等。心理学上有个罗森塔尔效应。1968年，罗伯特·罗森塔尔博士做了个实验，他假装给一所学校的学生进行智力测试，然后把一份名单给了老师，说名单上的孩子智商更高。8个月后再次测试时发现，名单上学生的成绩提升明显，老师也给了他们更好的评语。但其实这份名单只是随机抽取的学生，他们的智商跟其他学生并无二致。这个实验很好地证明了自证预言理论，就是说事情本身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开始，但是人们相信这个判断，它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行为，最终导致错误的假设真的实现了。年龄稍大的孩子冰球天赋更好，智商更高，
这些假设不一定是错误的，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定是正确的。除了年龄，其他一些因素可能也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比如生理上的缺陷、孤僻的性格，甚至1-2次不理想的成绩、1-2次不良的表现，都可能引起错误的假设。小学的时候，班里一个同学经常上课睡觉，老师就批评他不好好学习，给他安排到最后一排。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妈妈身体不好，爸爸工作回家晚，所以家里很多事儿都落在他身上，每天睡得晚才会在课堂上犯困。这些错误的假设就是造成差距的第一个原因。但最初细微的差距为什么会变成之后的云泥之别？咱们接着看第二个原因。新约马太福音里有一则寓言，小伙伴们应该听过，就是马太效应。一个国王给3个仆人每人1锭银子，让他们去做生意。一段时间后，张三赚了10锭银子，李四赚了5锭银子，王五怕丢一直没拿出来。结果国王把王五的银子也赏给了张三，说凡是少的就连他仅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就让他多多益善。教练觉得某些孩子更有天赋，会给他们更高强度的训练和更多的上场时间。教师觉得某些学生更聪明，会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这样一来，他们表现自然也会更好。反过来表现好了，父母会给予更多的重视和辅导，学校会安排更好的班级和教师，这是一个正强化过程。在不断的优势积累下，差距一点点被放大，最终演变成了杰出与平庸的区别。也许有人说，这些都是客观因素，自己主观上努力照样能成功，但那些毕竟是少数。对大部分孩子甚至成年人来说，负面评价和不被重视只会让他们怀疑自己，产生标签效应，这也是拉开差距的第3个原因。当一个人被别人不断的下某种结论时，会做出自我印象管理，就像商品贴上了标签，他的信念和行为就会潜移默化的向标签靠近，最终完全一致。比如一个孩子，别人一直说他笨，他就会产生负面的心理暗示，觉得自己真的笨，做不好学不好也不觉得有问题。大人虽说独立性强一些，但依然会受到影响，而且孩子可能还有父母的鼓励式教育。但步入社会，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多久没听过赞美的话了？有时候标签都不需要表现在语言上，当别人对你态度消极时，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就能说明一切。这种负面的心理暗示让你的自我认知从积极乐观变成了满满的挫败感。这3个心理学效应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成长轨迹。虽说客观条件难以改变，但我们也能在心理上做一些调整，尽可能阻止差距的放大。这里有3个小建议。1. 重视最初的一点点优势，这个优势不一定非得是客观事实，也可以是自证预言的假设。大家有没有发现，上学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擅长哪一门课程，你就会学得更好。刚开始是不是真的擅长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你真的擅长了。所以你没必要一定比别人多考几十分，一定比别人智商更高才算优势。一点点兴趣，一点点自信都可以成为优势。即便是错误的假设，自证预言也会给你的行为带来正向的影响，把假优势变成真优势，把小优势变成大优势。2. 积累优势，量变引起质变。大部分人做事只在乎短期价值，比如工作只关心薪水，哪儿给的高就去哪儿。也有一些人更关注长期收益，比如能力的增长，虽然不是明面上的，也不是立等可取的，但它能给你带来隐性增益。这种优势积累起来不是线性的，而是像复利一样指数性增长。我们可以通过短期价值和长期复利2个维度来判断事情的重要程度。高价值高复利，高薪有前景的工作；高价值低复利，打游戏，高薪但没前景的工作；低价值高复利，阅读健身，低薪有前景的工作；低价值低复利，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刷手机。这样一来，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才是关键要务，时间应该放在哪些事情上，你就不会躺在舒适区里把那1锭银子收起来，而是变成5锭、10锭甚至更多，优势也就越来越大。3. 实施积极的自我暗示。标签效应能产生负面的心理暗示，同样也能产生正向的心理暗示。之前日本有一档节目揭露了一个害羞自卑的普通女孩，但50天后她的气质像换了一个人，眼睛明亮，笑容灿烂，也敢于展示自己。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每天的夸奖，所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更多的鼓励和赞美。早上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可以，我很棒，我很帅，我很漂亮。完成一件事儿，不管大小，哪怕是早起1分钟，都可以骄傲一下。放大对成功的感受，把积极的自我暗示落到生活的小细节中。一旦养成了习惯，你会发现自己变得乐观自信。杰出跟平庸从来不是一出生就有了质的差距，而是最初的一点点优势不断积累，一点点劣势不断放大引起的。优势和劣势来自纯粹的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不好判断，但能够肯定的是，当我们自己选择放弃的那一刻，差距就真的出现了。大家有没有同感？脑力真的是一种本就稀缺又极易消耗的资源，就像手机电量，一天一充还不够用。而且现在的工作强度、生活压力又不允许我们开启省电模式，所以大脑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了。电影《超体》倒是有个看似美好的解决方案，开发脑容量，说是人类大脑只开发了10%，
当开发 30% 的时候，你可以控制自身的新陈代谢，达到 50%， 你甚至可以用意念控制别人和非生命体。但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相反，一些实验通过对脑损伤、大脑成像、显微结构分析等研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区域没有一块是完全平静或者不活跃的。所以要应对高强度多任务的情况，就只能在有限的脑力资源内深度挖掘大脑效能并最大化利用。今天咱们就通过几个场景聊聊这个问题。今天是周一，你来到办公室开始计划一天的工作，上周的策划案要交给领导，中午有个会议提案要准备，新人的培训工作也得安排，还没想完，电脑提醒你有100多封邮件未读。这一堆事儿别说处理了，光看着就觉得头大，对吧？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每天要面对源源不断的信息，处理繁荣复杂的事情，就造成了大脑的第一个局限，耗电速度太快。我们处理问题、做出决策都需要大脑中一个叫做前额皮质的区域，只占大脑体积的 4%。你可别小看它啊，浓缩就是精华。它是人们进行有意识互动的生物基础，是大脑思考的核心。没有它，别说学习上班了，下楼打个酱油都费劲。作用是大，但它有个致命缺点，太耗电。因为每个有意识的思维过程基本都需要经过理解、回忆、记忆、移植和决策这些步骤，而每个步骤都需要海量的大脑资源。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们一上午都坐在工位上，坐在教室里，屁股都没动一下，中午还是会饿会犯困。那怎么省电呢？效率脑科学这本书的建议是偷懒，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不多用，最费脑的最先做。咱们回到开头，这堆事儿你不着急处理，而是先根据优先级排个序，就像一个舞台，你来安排节目的表演顺序，最好像节目单一样写在便签上。相信我，这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却有着惊人效果。首先，排序有助于我们统筹分配一天的脑力资源，费脑的提前安排，后边一些琐碎小事电量低咱也能应付。另外，排序本身是非常耗能的一件事，这也是一想到事儿多就头疼的原因，所以怎么看都得放在第一位。最后写下来的目的是把抽象的脑力活动可视化，视觉画面是非常高效的信息结构，你一看就知道该干嘛了，减少思考引起的耗能，中间的空隙也能让前额皮质有个缓冲。到了中午，你正准备打开外卖吃香喷喷的鸡腿饭，这个时候老板让你出一份报价提案给客户，2点前给到，你说气人不？你一看这个项目光介绍都50页了，涉及到的信息很多，完全不知道从哪下手，但老板不听解释啊，只能硬着头皮上。这就是大脑的第二个局限，处理效率有限。前额皮质不仅费电，而且能够同时容纳和处理的信息量有限，也就是说大脑这个舞台不像举办演唱会的鸟巢那么大，只能容纳少数几个演员，人多了就会被挤下去。之前大家都以为人们能同时记住7件事物，但2001年密苏里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能同时记住的事物不是7件，而是4件，这还要取决于事物的复杂程度。记4个名字可能没问题，但同时记4个手机号就困难了。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的变量越少，决策的效率越高，这就需要我们把零散的信息结构化，按照一定的逻辑来呈现，以便大脑更好的理解。说白了就是归类，数量最好控制在4个以内，每一类再用一个词来概括，以便调用的时候能够快速想起来，这样你只需要记住这4个词就可以了，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一个个对付，避免所有演员上台抢戏。举个例子，咱们上学都有分科，不会说所有科目混在一起学，而是分成语文、数学、物理等等，这样庞大散乱的信息就变成了由几个模块组成的金字塔结构。我们在学习每一科的时候，大脑会自动调用相同的回路，思路清晰，也就保证了有意识思维的效率。偏科的时候也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不需要便利所有科目。下午5点，你发现清单上还有些工作没做，为了不加班，你开始一边回邮件一边听语音消息，结果忙中出错，把回邮件的内容当成语音发给了客户，想想就尴尬，对吧？这是大脑的第3个局限，无法多任务并行。不光工作，学习生活也一样，一旦同时处理2个以上需要有意识思维介入的事情，前额皮质就应付不了了。比如你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没问题，因为听音乐不需要思考，但一边打游戏一边接电话就不行了。书中提到，一心二用，即便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其大脑水平也跟一个8岁小孩差不多。这个现象叫做双任务干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次只做1件事儿，就像舞台上的节目只能一个一个演。这么说好像跟没说一样，那如果一定要一心二用，就需要把其中一件事儿嵌入到基底核，实现自动化处理。基底核就是大脑存储例行功能的核心部位，也就是一项技能，没学会的时候需要调用前额皮质，学会了就变成了下意识的动作，好像不需要过脑子了，其实过的是基底核。比如学舞蹈，刚开始每个动作你都要想，但熟练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整套动作都是自然而然的。
一项研究表明，重复某个行为3次以上就会触发尝试性增强，也就是基底核把这个行为变成了固定模式，可以待机运行了。基底核的效率很高，而且耗能很少，你就可以双标一下，尽可能利用这个资源为前额皮质减速。像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打印东西、删除邮件、整理电脑文件等等，做的越多，他们需要的注意力就越少，你就能在做这些的同时再做一些其他事情。终于到了周末，你冲了杯咖啡在家看书，但你发现怎么都没办法专注，不是手机响了就是思绪飘了，一上午没看几页还记不住。这是大脑的第4个局限，经常不在状态。就是说前额皮质需要恰如其分的唤醒水平，才能更好的进行思考、决策等思维活动。如果状态不佳，不仅做事的积极性会降低，你的大脑还会时不时蹦出新的念头，比如中午吃什么，下午去哪玩。这是因为人们的神经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处理重构大脑中的数万亿个连接，被称为周围神经活动。这种不由自主、不受控制的走神最难克服。但有2种物质可以抑制周围神经活动，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我们也就可以用2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是刺激去甲肾上腺素。1908年，科学家罗伯特·耶基斯和约翰·多德森发现，人的表现水平符合倒 U 型曲线，就是没有压力表现一般，随着压力增大表现也会越来越好，但压力过大表现又会下降。比如大学那会儿考试，如果是1个月后考，那前29天我都懒得看书，看了也是随便翻翻，但到了前一天晚上，那状态就满血复活了。具体怎么做呢？你可以通过想象提高紧迫感，想一些能让你觉得紧张的事情，比如在公共场合演讲、藏私房钱被老婆发现等等，这种紧迫感会让你产生去甲肾上腺素。第2个方法是刺激多巴胺。如果一件事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多巴胺水平就会上升，强烈的欲望会唤醒大脑最佳状态。就好比我小时候打游戏，真的是高度专注，一整天都不觉得累，但要是上课不出5分钟我就得犯困。兴趣这个东西有点玄学，有就是有，没有也不能强扭。不过咱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欺骗大脑来培养兴趣。首先要创造意义感，就是做这件事的结果让你有期待。比如学习，你可以想象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收入、地位、成就感就来了。想得越具体，你对这件事就越感兴趣。其次是设置计时奖赏。还拿打游戏来说，我费劲打怪，等级也没涨，装备也没掉，我肯定不想玩了，对吧？就是计时奖赏让玩家们深陷其中。所以你可以每看一本书奖励自己100块钱，每学完1节课奖励自己开黑一把。这些即时反馈能不断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提高大脑状态。4个方法对应大脑的4个局限，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尊重大脑的局限性，不是跟它硬碰硬的对抗，而是根据大脑的工作机制制定更高效的方案，这样也能省下一些时间来休息。毕竟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大脑不休息咱也得休息，对吧？今天的主题好像有点鸡汤，但我保证内容既不励志也不治愈，甚至有几分厚黑学的味道。从小到大，我一直听我爸说万事退让一步，吃亏是福。我也一直觉得他的初衷是好的，毕竟父辈们生活阅历比我们多，在经历了一些求而不得和无能为力之后，逐渐看淡，变得坦然。但是年轻人哪有不气盛的？不气盛叫年轻人吗？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把这种心态当成是一种懦弱。为人处事的底线也是便宜我不占，但亏也绝对不能吃。直到我经历了下面一些事儿，才发现能吃这5种亏的人不仅不是懦弱，反而高深莫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敌在暗，你在明的时候，对方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个时候虽然你可能在明面上争赢了，但吃了亏的他一定会在暗处加倍还回来。上大学那会儿，有次跟一个年龄稍大，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年的朋友一块吃饭。我在大学的位置比较偏，周围也没有什么好的饭店，我们就找了一个小餐馆。饭菜本来就不好吃，我面子上有点挂不住，结果一盘菜上还有一根头发。当时我就想找老板理论，让他们重做，结果朋友拦住了我。我问他为什么，咱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他说这点小亏你都吃不了，你会吃大亏的。当时我还纳闷，明明我是顾客，明明是他们的菜有问题，我提个要求不过分吧。接着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敌暗你明，你怎么都赢不了。表面上他们好声好气的重做一块，你能保证心上的菜没有问题吗？头发你能看到，还有些更恶心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很可能是你以为你讨了个公道，结果吃了更大的亏，都被蒙在鼓里。听完这段话，我的第一感觉除了惊讶就是反胃，因为之前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让老板重做。然后我又问他碰到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做的，他说你可以把这个菜退了。当然也有一些店看你是外地的又是学生，会店大欺客，你可以反着来说他们饭菜好吃，人都喜欢听好听，他们会在心里强化这个信念，之后别人说饭菜难吃的时候他们就听不进去了。当时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后来想想，这不就是典型的捧杀吗？一开始觉得这个朋友真不简单。有句古话是宁于高人争高下，不与烂人论长短。生活中确实有些人蛮横无理又自私自利，就是常说的垃圾人。跟这种人争不仅浪费时间影响心情，而且胜率很低，因为不管你有没有理，他们都不讲理，所以这样做没准是更好的选择。之前网上看到一个案例，说某小区有个小孩把张三的车给划了，查看监控之后，张三找到了那户人家，结果对方不仅不赔偿，还强词夺理。他就是个孩子，你一个大人怎么能跟小孩斤斤计较呢？而且我们家也没钱，你要真要赔就找小孩吧。你看这脑洞多清奇，没几年脑血栓绝对想不出这逻辑。张三一看这家人没一个讲理的，都说我是法外狂徒，他们比我还狂。你猖狂啊你！而且自己还在上班，与其跟他们纠缠，不如换个思路。然后张三就去上班了。第二天，张三买了点水果，又去找这家人。这次他是来道歉的。What？ 你没听错，就是来道歉的。这家人也有点惊讶。张三说：“昨天是我不对，大家都是一个小区，而且孩子又小，所以我应该理解你们才对。今天特意来道个歉。”这么一说，这家人面露喜悦，更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说：“都是邻居，能理解。”临走，张三还不忘表扬一下小孩的图案画得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张三下班回家，发现一群人正在小区跟这家人理论。原来小孩一连划了好几辆车，而孩子的家长还是那套理论，只不过这次的语气像是在苦苦哀求。类似的人不在少数，你要跟他们一一理论，没准自己心气死。另外，每个人的时间价值不一样，你耗得越久，没准输得越多。1秒钟几10万上下呢。而且你跟他们理论，从侧面讲是在教他们怎么做人，是在帮他们，咱没有这个义务和必要，对吧？最好的报复是助长他的嚣张气焰，就像原话说的，不让一个人毁灭之前，必须先让其膨胀。当他们遇到跟他们一样的人时，更大的愧就来了。我以前是个特别喜欢争对错的人，比如上高中那会儿，我跟朋友们经常争是科比厉害还是麦迪厉害，是这个女生漂亮还是那个女生好看，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想想，很多事儿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争的不是对错，而是输赢。但关键是输了赢了，好像都跟我们没关系。科比麦迪交锋都有胜有败，两个女生好不好看都看不上咱，等于是自己在这瞎激动。咱们之前提到过杨绛在我们仨里讲过的一件事儿，钱钟书和杨绛曾在出国的轮船上吵了一架，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钱钟书读错了一个法语的发音，杨绛觉得钱钟书的发音不标准，钱钟书不服，两人争执不下。然后杨绛就找了同船的一位法国人求助，结果杨绛对了，钱钟书错了。后来杨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我虽然赢了，但觉得无趣，很不开心。其实在跟朋友亲人的关系亲密的人相处过程中，争一些赢了无利输了无损的事情是很不明智的做法。表面上一人胜一人败，但其实两个人都败了，因为两个人的感情被伤害了。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本书提到，这世上有两种游戏模式，一种是有限游戏，为的是赢得游戏，一种是无限游戏，是让游戏延续下去。人们看待事情大部分都是用有限游戏的视角，获得某个成功，到达某个终点。但无限游戏的胜利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让游戏一直进行下去。比如你当上了部门经理，这是有限游戏，能力的增长是无限游戏。同样，你跟朋友争对错是有限游戏，你们关系的长期维系是无限游戏。哪种价值更高咱们都很清楚，对吧？所以有时候不妨切换游戏规则，与其在游戏中争输赢，不如自己决定玩哪种游戏。之前上班的时候遇到过一个事儿，让我吃了教训的同时又学了一招。公司高薪挖来一个中层，还是叫他张三吧，他的职位跟公司的老员工李四平级，这个李四就有点不平衡了，心想自己辛苦干了几年才爬到中层，你直接空降，薪水比我还多，不合适吧？于是李四总在背后说张三的坏话，又是业务能力不行，又是工作配合不顺畅，这些话多多少少传到了张三的耳朵里。我们都以为有好戏看了，因为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跟李四理论，但张三的做法是完全不把这些放在眼里，既不解释，也不在其他同事面前骂李四，反而是经常公开称赞李四，说他工作能力强，对自己这个新同事也照顾有加，是不是有点理解不了？但时间一长，大家都能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差距，张三越来越受大家尊重，李四的话却越来越没有信服力，而且李四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调到了张三的部门，也就有了机会询问这件事儿。他是这么回答的：一杯。呸，错了，重来。他是这么回答的：能力都在业绩上，没必要争嘴上输赢。而且我跟他争，不就跟他一样了吗？当然我夸他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快看到我们之间的区别。
虽然没有明说，但后来我也知道了他这种向下兼容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高手会调整自己兼容别人，不管跟谁相处都会让对方如沐春风。比如你跟一个人聊天，你说什么他都能理解，聊天氛围很融洽，你觉得找到了知己，但十有八九他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反过来像李四这样的人，就会通过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是高手。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自然高下立判。这也是为什么张三不去跟李四争，表面上吃了点亏，但其实是在用更高级更体面的方式让对方不攻自破，简直是降维打击。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特别是在做生意或者跟别人合作上，格局大的人会通过损失一点眼前的利益，就吃点小亏来换取长期的更丰厚的回报。再举个吃饭的例子，我家楼下有一家小饭馆，每次吃完饭结账的时候，老板都会主动说给您抹个零，常来啊。老板的做法很聪明，抹个零也就几块钱的成本，但给顾客的感觉是老板吃亏了，自己占了便宜，欠了人情，那下次还来了。所以他们家的生意一直比旁边几家要好。另外就是跟别人合作，比如生意往来、合作投资之类，如果只顾个人的眼前的利益，那对方的利益自然会受到影响，长期合作也就变成了一锤子买卖。很多初创公司的合伙人都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分道扬镳，特别是关系好的朋友，只依靠彼此的情谊和信任，没有合理的股权结构，在钱权责的分配上，难免会有人因为谋取小利而毁了大局。情谊能够战胜利益，只是因为利益的诱惑还不够。在这种情况，能做到吃眼前小亏以求长远发展、保全大局的人，不仅有深度和格局，往往还深谙育人之道。比如任正非始终有一条理念，财散人聚，就是舍得把钱分出去，人家才能踏实跟着你干。一般公司的创始人占公司股份都是大头，但任正非持有华为的股份只有 0.84%， 其余的股份都是华为的奋斗者共同持有，这或许也是华为能够成为国人骄傲的原因之一。最后咱们再啰嗦两句，这期视频并不是让大家去吃亏，虽然都说吃亏是福，但什么亏都吃的人，我都不敢想象得有多惨。这种事儿真的要分情况，就像能吃上面5种亏的人，咱们能看出来，不是因为懦弱，也不是心胸宽广，而是他们能通过更高维度的视角来观察人性，通过更精明老练的手段来拿捏人性。所以吃不吃亏，吃什么亏，真的是一种人生智慧。最近跟朋友聊天，大家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像有的朋友过去花钱从不计算，现在所有支出直接砍半，连煎饼果子都不敢加蛋。还有的朋友在停买期间加了很多购物车，说解封后一定要报复性消费，结果还没解封就开始习惯性省钱，甚至学会了自己推头发。虽然是个例，但从侧面反映了消费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7%， 3月份以来也连续出现了负增长情况。不难理解，疫情确实让一些行业受到了重创，人们的收入缩水了，消费能力下降了，得捂紧钱包过日子了。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说，大的灾难过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次疫情或许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发生一次转向，把市场推向下一个消费时代，也就是很多人提到的第4消费时代。什么意思呢？这是三浦展在第4消费时代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人们从原来的追捧时尚流行、大牌奢侈品的消费观，转向注重自身需求、产品质量和舒适度上。国际品牌、潮流趋势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们买东西更多看自己需不需要，更多挑好用不贵、性价比高的。虽然书中提到的是日本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4个消费阶段，但跟我们多少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个样本可以拿来参考，通过对4个消费时代的分析，帮助我们理解消费市场的历史变迁和目前状况。第1消费时代离咱们有点远了，大概是1978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是以1线城市为中心的消费阶段，人口不断向上海、北京等城市发展，促进了城市地区的消费增长，消费重心也从农业转向轻工业，比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并成为老三件。我小时候还骑过3把大杠，如果当时能把这些配齐，说明家庭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不过第1阶段能真正享受到消费的仅限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其他大部分人还处于贫穷状态，也就是存在着消费差距。第2消费时代是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商品在全国的普及，时间大概是1990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逐渐释放，近代工业化迎来了真正的发展，冰箱、彩电、洗衣机成了生活的标配，被称为新三件。这个时候的消费主体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倾向也都是买大不买小，特别是电视，谁家的大，一群小孩就去谁家看。到了21世纪，又进入了住宅市场化时期，跟房子有关的支出迅速增长。如果谁在这个时间段买了房子，那真的可以躺着数钱了。到了第3消费时代，消费主体开始从家庭转向个人，注重个性化、差异化、高端化和品牌化。时间从2009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消费来到了顶峰，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商家的各种营销手段和噱头，欧美大牌、明星同款、限量发售，总之就是要把你兜里的钱都掏出来。作为消费主力的 Z 时代，一方面是商家无孔不入的广告诱惑，一方面拥有远比父辈们更富足的物质基础，自然在消费理念上更超前更大胆。之前公司的很多年轻同事，一个包得花半年薪水，一套衣服顶我整个衣柜，让我觉得我还活在第一消费时代。这无疑为信用卡、白条借呗、小额贷款的产生提供了绝佳的条件。现在点个餐都能收到贷款的消息提醒。另外，互联网抹平了信息差，没看过自然不会想要买，但现在打开手机，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就像移动的商品橱窗，那种新鲜感让人们产生了欲望和冲动。第四消费时代到来之前，一般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契机，像日本经历了2次大地震和雷曼危机，经济长期不景气，造成了收入降低、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等社会现象。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生活和财富的意义，他们不再通过消费实现个人价值，不再注重物质上的攀比和享受，而是理性的选择简单的、去品牌化的、性价比高的商品。与之相似的是，疫情的反复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频繁发放的大额消费券，还是各电商平台的拼命促销，好像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之前跟消费有关的高频词汇都是什么假精致、高配思维，现在变成了攒钱、平替、价格刺客。另外，共享的概念也开始受到重视，一些闲置的商品，很多人会放到二手平台，这样既可以减少浪费，又能将商品的价值最大化。而且慢慢减少闲置，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不需要，用物质的精简反倒能换来精神的充裕。虽然大家花钱少了，但是对品质的追求没有妥协，也就是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质量过硬的商品。人们不再盲目追求大牌奢侈品，而是更加注重性价比。国产品牌的异军突起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毕竟这些品牌质量过硬，价格便宜，没有过高的品牌溢价。最后以我个人为例，咱们聊一聊疫情之下的第4消费时代应该改掉哪些有风险的消费观。第一个是改掉用信用卡超前消费的习惯。我自己有几张信用卡，花呗白条的额度也不低，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就习惯用这些工具提前透支，毕竟花了之后有1个月的周转期，只要现金流稳定就能按时还上。但这会造成一个假象，就是信用卡里的钱我会觉得就是自己的钱，一张卡额都几万，几张加一块就1-20万了，这笔钱让我觉得自己还挺有钱的，也就诱发了我有能力买新手机、有能力买新球鞋的冲动。但疫情期间很多人的收入都受到影响，特别是底薪低、全靠奖金和提成的职业，就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没有储蓄习惯的人会发现，信用卡要还，房贷车贷要还，正常消费也不能停，拆东墙补西墙，搞得焦头烂额。所以现在消费我都是能不用信用卡就不用，除非是生活必须又周转不开的时候，这样至少能让我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在付款的时候悠着点。第二个是改掉为满足多巴胺而冲动消费的习惯。多巴胺咱们提到很多次，一种让你产生欲望的神经传导物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的释放会让你产生想要买新包包、新衣服的冲动。不过一旦得到了，它就打完收工，转而产生新的欲望。你看，这就是成瘾的过程，你不停的买，买完就不喜欢了，还要继续买新的。因为只有新鲜的、未知的，能让你产生预期的东西，才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盲盒，那种充满预期的神秘感，让你一旦入坑就停不下来。除了盲盒，商家也深知多巴胺的作用机制，联名款、限量款，还有频繁的更新换代，总之让你在满足和欲望之间不停的拉扯。现在我都是非必须情况绝不打开购物软件，什么消息提醒、什么破石流推荐全都不看，跟逛街一样，只有不去逛才能不去买。碰到需要的东西就先给自己1周的冷静期，而且经常是没有它好像对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也就不再需要了。第三个是改掉为可能省钱而预付消费的习惯。什么是预付呢？大家应该有去理发店或者吃饭，然后被怂恿办卡充会员的情况，比如享受会员价、充300抵500等等。我之前也是碍于面子，或者觉得以后用可能省钱，就勉强答应了。但慢慢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办了多少张卡，充了多少会员，钱没省下来，反倒因为使用率太低浪费了不少钱。而且最尴尬的是，我以为我省了钱，但一些团购 app 上的优惠活动要比办会员还便宜，活生生的杀熟。另外，由于疫情这个特殊原因，有个问题不得不考虑，一个店铺能撑多久真的说不准，实体店的边际成本都很高，所以不管是小店还是连锁都有关门的可能性。我的减法卡就用了2次，疫情过后再去已经拆了门头，所以预付消费在保证店不倒闭、你又频繁使用的情况可能会省钱，如果没有这2个条件最好不要办。第4个是改掉不储蓄不理财的习惯。很多理财类的书都强调了储蓄的重要性。财务自由之路提到，没有人能仅仅通过挣很多钱就变得富有，财富产生于你对金钱的留存。咱们能发现，
有些人一个月挣3000还能存一半，有些人一个月挣3万也是月光族。生活水平往往随着收入水涨船高，所以没有储蓄和理财习惯的人是挣的越多花的越多，始终没有抵抗风险的现金储备。疫情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四处借钱，本来收入不低，但也花钱如流水，风险一来打回了原形，最后只能把车卖了。存多少钱合适呢？美国知名投资人马克·库班的建议是至少存下6个月的收入，如果一个月挣1万，那就是6万块钱，以便在困难时期帮你还房贷、信用卡和日常支出。另外，我现在也开始培养记账的习惯，这样就能清楚地知道钱的流向，哪块多就适当缩减。连库班这个亿万富翁买东西时都要砍价，我没有理由不节俭，对吧？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消费观念和习惯，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通过疫情让我开始反思消费的目的，重新审视需要跟欲望的关系。如果一个东西能解决某种必须解决的生活问题，那它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感和虚荣心，不会给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那还不如以现金的方式留存，来抵抗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有句话是，你今天花的钱决定你3年之后的生活，所以在消费这件事上，我们也应该看远一点，不然透支了未来，未来一定会让我们加倍偿还。